如果刀子有缺口的话，我就会是用它。为了磨好，是不是就要买很多不同系数的磨刀石？并不一定说你今天就是磨的系数越高就可以磨到越好，因为磨刀石买起来也是钱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磨刀石。我之前有拍过一支怎么整瓶磨刀石的影片，可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介绍磨刀石过？我也觉得纳闷。然后我也拍过磨刀的影片，为什么我没有介绍过磨刀石呢？影片底下大家就开始讨论说要怎么样去使用磨刀石，用什么样的磨刀石。那我想说，我今天就来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有的磨刀石有哪一些。这边就是我自己在用的磨刀石，其实我还有另外2块啦，就是这种就是那种很便宜的磨刀石。这算是荒底磨刀石，那我现在已经没在用了。它这边是120跟320的，后来有买一块，这个是有刺的，有金刚石的。这一块有刺的大概是一个250左右的一个磨刀石，其实买太久忘了。那它算是荒底，就是它拿来把刀整形跟打包，或者是说我今天刀子的刀锋缺口了。我会用这一块磨刀石来处理它。那因为它有加金刚石的缘故，所以它其实削切力非常的好，对，很快就可以把破损的刀刃磨掉。有一些铬含量比较高的刀子，我还是会用它，会磨比较快一点。再来就是这一块是我在去东京河宇桥道具街买的，这一块大概它系数是300，然后它比较大块，对，它很大口，它比一般的磨刀石稍微再宽一点。你看，比我去买有刺那一块，你看就大小是有差，大小就差蛮多的，所以它磨起来会稍微有效率，因为它刀面接触的面积比较大，可以稍微磨快一点点。我现在大部分缺口，如果刀子有缺口的话，我觉得是用它。这一块就很厚啊，很扎实，就是业务用的磨刀石。可是，一般人我是不建议去买那么大的石头，我当初还从日本把它抬回来，超重的。再下一块，这块是一块800系数800磨刀石，它的番数是800。那这个应该，其实我忘记它的名字，应该是虾牌的吧。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就是用荒底，然后再来就是用800的，然后再加一个4000的，就这3种石头在磨。这一块我觉得它削切力还不错，然后磨起来很快。对，这是一块刃之黑木的系数1000的磨刀石，那它是陶瓷底石。这是一块 King 的4000系数的，然后这是刃之黑木的，然后这也是 King 的，它是10000系数的。那其实磨刀石有很多种，然后它有些价差也都还蛮大的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磨刀石呢？那我们常会听到有人在讲说，用300啊、800、1000、2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10000磨刀石的系数跟番号，还有目数啊，这些讲法都对。那这些磨刀石的系数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？它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磨刀石的系数呢，其实就是讲说它在一个面积里面，它有多少颗粒。这个面积里面呢，它的颗粒数越多，代表它的颗粒就越细。那如果它在这个面积里面颗粒数它越少的话，代表它颗粒是越粗的。那当你的颗粒越粗的时候呢，你在磨刀的时候呢，它的削切力会越好。所以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它的系数越少的话，它质地越粗糙；系数越高的话，它的质地就越细。系数越低，粗的磨刀石呢，它所打磨的效率会很好，它磨得比较快。可是呢，它就没办法把刀尖呢的刀锋的小锯齿磨得很细。刀锋它不是一个平的状况，如果从显微镜底下看呢，它是一个有很多小锯齿所组成的。而像这种越细的磨刀石呢，它就可以把小锯齿磨得越细小。越排列整齐，这样你切东西的时候，它会变得比较利。然后在材质方面，其实也有分，可以大致先分成是天然底石或者是人造底石。那因为天然底石呢，它的价位比较高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它，因为一般人比较不会用到它，那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厨师或者是专业磨刀的人才会需要用到它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是人造底石的部分。那人造底石的材质呢，其实也是有分的哦。那它主要的材质呢，大概就是氧化铝、碳化硼还有碳化锡。那碳化锡也就是所谓的金刚砂，那主要就是用这3种材质来制造磨刀石，然后它会用不同颗粒大小啊、不同的混合比例去制作不同的磨刀石。那刚刚我们讨论那些是磨料，这3种磨料，那它在一开始当然是呈现一个沙子的状态啊。磨料经过不同比例的混合呢，就可以分成用树脂法跟烧结法。那树脂法就是这种
像这种石头就是树脂法做出来的。树脂法它做出来石头就称为软石，那主要是把这些不同颗粒大小或是不同比例的磨料呢混合之后呢，把它压成块状，然后用树脂让它交合成一块磨刀石，就把它定型成一块磨刀石啦。那这种树脂法石头又称为软石，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较软。这种石头特性呢，就是它需要泡水，但是泡个15分钟左右，然后呢再来磨刀，然后磨刀的时候呢，它会出浆，它会开始有浆跑出来。那这些出的浆呢，除了可以帮助这可以增加研磨的面积，然后它也可以降温，就是你在高温摩擦的时候呢，它产生的热度，然后它可以帮忙降温。它就是麻烦，可能就麻烦在需要泡水啦。那好处又是它便宜，它真的比较便宜啊。这样讲也不一定啦，就是要看。对，可它相对起来是稍微便宜一点点的。树脂法的通常相对起来便宜一点点。我觉得它因为它很软啊，整平的时候也比较好整平，但是它消耗的也比较快啦。对，就是树脂法的石头。然后再来另外一种是烧结法，像刃之黑木这种就是陶瓷。这种陶瓷磨刀石呢，它就算是烧结法做，就是它把这些磨料把它做成一块一块之后呢，然后拿去高温烧制，做成像陶瓷一样，对，它就比较硬一点。它在磨的时候呢，它就非常的硬，然后削切力也会非常好，因为它硬度比较高一点点。像这种软石呢，在某一些硬度很高的刀子的时候，你会磨得很痛苦，它会磨得非常慢。像粉末钢的刀子呢，用树脂法的这种软石来磨的话，有时候会非常痛苦。或者是一些本烧的刀子，你用树脂法磨刀石去磨会非常的累，因为要磨非常的久。那如果是用烧结法磨刀石的这种陶瓷磨刀石，就磨得比较快，比较好，对，就比较有效率一点点，因为它硬度比较硬。陶瓷的磨刀石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你只需要稍微泡一下水，大概泡个1分钟就够了。其实也不太需要泡，就是喷水就可以开始使用了，因为它其实本身并不会吸水。那它的缺点也是有的。它缺点就是它不会出浆，所以你在磨的时候跑出来的东西几乎都是铁屑而已，就会看到都是铁的颜色的屑，不是原本磨刀石的粒子被磨下来。对，会有，可是很少很少。不会出浆的，它研磨面积就比较小，就是真的就是它刀子接触磨刀石的那一部分而已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你在磨的时候，你角度就要抓得很准，因为而且它削切力比较好，它磨得很快。所以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我其实不太建议一开始就是用陶瓷磨刀石来磨，就是。我觉得一开始就拿软石来磨，会比较不会那么痛心啦。对，不会那么痛心，就你不小心磨坏，不会那么惨。对，如果说你角度先抓不好，磨，然后又太用力磨的话，可能刀子就整个就变形就毁了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那磨刀为了磨好，是不是就要买很多不同系数的磨刀石呢？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啦，要看你个人的需求。那我个人的话呢，我就是准备一块荒底。来处理就是破损的刀锋的部分，或是我要把刀子改薄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会用到荒底。那再接下来，我觉得就是用这种中底，这2块都算中底，800跟1000的这来处理就可以了，就800、1000这样子把刀子给磨利。那一般家庭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底就很够了，就1000的来磨，因为你也不会说常常把刀子给切坏，或破损不会那么严重的话呢，其实就是用这种中底。就可以了，这一块我觉得一般家庭可能就够。如果你想要再好一点的话，你可以买个4000啊，或者是5000的磨刀石就可以用了。这两支我觉得就家里面就很够用，非常够用。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从200啊、300啊、400啊、500、600、700、800全部的系数他都要买齐，然后来磨刀。那我觉得其实系数没有差多少，它磨出来的效果不会差很多。但你跳太大的话，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磨它啦，就是效率会比较不好。可是买磨刀石也是一个成本啊，所以自己可以考量一下。那我个人的话，就是破损的部分我用300的，然后再就是用800的去磨，或者是用1000的去磨就好。这2个我会挑一个啦，然后看刀子我会去选。然后再来我会用4000或是5000的来处理。那现在基本上这块4000的我现在很少用了，4000的我可能就是处理某一些刀子会用，那基本上它已经很少被我去使用。那我现在几乎都是用这一颗5000的陶瓷磨刀石，会比较快，对我来说会快一点点。那所以我就是300跳800或是1000，然后1000跳到5000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开始跳10000。如果需要今天我想要比较好的力度的话，就会跳到10000来。不过现在这一块磨刀石就像我有点不够用，就是它的硬度不是很够啊，所以我会花比较多时间来磨。如果是要磨粉末钢的刀子的话，它就会花比较多时间。那 VG10左右的刀子其实这个就很够用了啦。那 VG10用陶瓷磨刀石当然是效果非常好，
会很快。对，那用软石的用树脂法软石的话也不是不行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，我自己磨起来都觉得还好。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刀子呢不是高碳钢，也不是粉末钢的时候呢，这些不锈钢刀，它刀锋其实没有办法承受磨太薄，磨得越薄，它的结构就越脆弱。那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不锈钢，不是高碳钢的，然后也不是粉末钢的状况下面呢，你的小锯齿磨得很细很细，那可能一切就歪掉，一切就断掉了。它的整个的硬度结构它没办法承受，所以其实并不一定说你今天就是磨的系数越高就可以磨到越好。那这边再回答一下，就是有些人会站说，你刀只要磨就会利，对，刀只要磨就会利，可是你可以切多久？可以切几下？对，今天材质不好的刀子，你要去切，你要把它磨到系数1万、12000、3万 ，OK， 你可以磨，可是你的刀锋承受得了吗？承受得了，你可以承受几下你的切割呢？那如果一切下去，刀锋就整个破了，那你磨不是白磨了吗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一般的不锈钢刀，我建议就是大概磨到3000、5000就很够了。对，最多我觉得就磨到5000啦。那其他剩下就是你抛光好看这样子。那如果在对切割力度来说，一般家庭我觉得就是1000，1000的磨刀石我觉得就很够，非常非常够用了。再上去的话，就是在享受磨刀的乐趣啊，就是把它磨得很漂亮这样子。一般来说，我会推荐家庭里面就是准备至少1颗1000的，对，然后可能你家里面刀子会破损的话，就去买一颗便宜的，大概就是300左右的，对。去处理，然后这个300的磨完，把破损的地方磨掉之后呢，就磨1000的，把它磨漂亮。那我会蛮推荐一般家庭去买1000、3000的那种双面的磨刀石，就是有2面的，像这块是有2面的啊，对，这块是有2面的，就是网上其实有卖很多啊，1000、3000、1000、4000这样子系数去组合的双面磨刀石，然后你如果刀石你会破损的话，你就去准备一个300、250、300的这种荒底来处理你破损的刀锋。因为磨刀石买起来也是钱啦，所以就看你要怎么样去配置。那我觉得像这个1000、3000啊、1000、4000这样的组合的话，会是家里面很经济的一个选择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有一块这个是神皮磨刀石的修正石，对。那我觉得家里面就是要多一块修正石啊，就是修正石可以来整理你的磨刀石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磨刀的话，对，你家里面需要一块整皮。那这种有很多种，然后价差也很大。对，从6000块到几百块的都有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。当然，就是贵的有贵的道理啊。当然，这个整平的磨刀石呢，它也会被磨损，所以它也可能会不平，所以你也要去就是去整平它。这东西不要忘记。其实有网友建议就是用直尺，那种文具店那种铁的直尺啊，放在上面去看说它有没有凹凸不平这样子。就是不是旁边已经凹掉了，然后剩下中间是凸的这样，因为通常我们在磨的话是两边，就是石头的2边会凸起来，然后中间会凹下去，因为中间使用的程度比较多。那最后磨一磨的时候呢，可能它就是2边都已经凹掉了，然后其实已经不平了，可能你不知道，就变成一个弧度的状况，你都不知道。这个石头你也要去看看说它不会磨坏。然后就是磨刀以前就记得一定要去整平你的石头，把所有石头都整平之后再磨刀，才会磨得有效率又快又好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更多对于磨刀石的问题，或者是你想要我介绍更多有关磨刀石的知识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然后今天先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和按赞哦。另外记得帮我按下面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